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如果不是有一段时间跟丈夫张哲用同一个苹果账户，意外发现他早已出轨，或许我被张哲卖了，都还积极帮他算钱。那天我出差回来，一身的疲惫和沮丧，一直在跟的大单，在最后关头，因为上司的一个低级错误，被同行截胡，之前3个月的努力化为泡影，气得我晚饭都没吃，直接订票搭动车提前返程。在动车上，我顺手打开手机相册，想看看儿子的照片和视频，意外看到几张不属于我的照片，那是几张微信对话截图，中间夹着一张暧昧的照片，我很确定不是我保存的。仔细看那几张微信截图里的对话，居然是我老公跟他初恋的聊天记录，照片是他初恋发给他的一张半裸照片。这一发现让我的脑海瞬间空白，呼吸变得困难。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张哲居然会出轨，会背叛我，而且是跟初恋重新走到一起。据说当初他们是因为女方家长强烈反对才分手，闹得很难堪。难道是因为得不到的总是最好，所以他们现在死灰复燃了？我努力平复心情，反复看那几张聊天记录，虽然不全，但却足够从中提取重要信息。他们一边裸聊，一边算计着怎么让我净身出户。我从一开始气得呼吸困难，到后来渐渐冷静下来，到这种地步，我只能慎之又慎，不然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。就如我们做销售，越大订单越要注意细节。一直以来，张哲给人好好先生的印象，对我也好，追我的那些年更是风雨无阻地接送我上下班，直到结婚买车。婚后家务活全部包揽，每次我下班回家，他已经煮好饭菜等我，除了不会赚钱外，几乎找不出缺点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，一个爱我的丈夫和一个可爱伶俐的孩子，完全可以说婚姻幸福，事业成功，以至于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张哲对我好只是假象，别人更不会相信他会出轨。现在重新跟初恋搅在一起，不想再跟我继续过下去了，但又不甘心就这样离婚，就开始算计财产。而我们家最大的财产就是接下来将买的一套大平层，那是一套经过2个月的看房，最终定下来的面积180平方的大平层，不管是配套还是地段都很好。首付几乎掏空了我们全部积蓄，甚至连信用卡额度都算上了。决定买后，张哲私底下还一脸窘迫地问我能不能写他的名字，这样别人问起他也比较有底气。反正不管写谁的名字，都是我们夫妻共有财产。我当时也没想太多，就答应了。现在才明白张哲为什么会要求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按照现在的政策，他完全可以背着我将房子卖出去，不需要让我知道，因为现在房产证写谁的名字，谁负责去过户就行，并不需要夫妻双方都出面签字。他可以直接将房子转到初恋的名下，等房子到手后，再一脚将我踹开，他就可以跟他的初恋再续前缘，双宿双飞。现在首付100万已经交了，认购书写的是他的名字，但还没正式签合同备案，所以不幸中的万幸，发现这一切还不算太晚，至少还有机会和时间更名并报复那对狗男女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不能让张哲发现端倪，有了警惕和戒备心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没最终确定这会不会只是一场误会。毕竟目前我除了微信截图，还有那张半裸照片，
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张哲出轨，闹大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。万一是一场误会，对我们的夫妻的感情的打击则是毁灭性的。我决定回到家后，先弄清楚情况，再进行下一步动作。我打电话给张哲说我8点左右到家。张哲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才说他去动车站接我。我说不用，同事顺路顺便送我。张哲就说那等我回来一起吃晚饭。听出了张哲语气中的不对劲，我挂上电话，打开了家里许久没用过的监控。那是当初请保姆照看孩子，有些不放心才安装的，后来就一直闲置着。结果在监控里，一眼就看到张哲的初恋小静，她正将一盘菜端上桌，不远处张哲正在陪儿子玩，只是这会儿拿着手机正在发呆。这样的画面怎么看都像是一家人。张哲起身朝着小静走去，说我出差提前回来了。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不是说后天才回来吗？小静脱口而出问道。看来小静对我的行程了如指掌。谁知道呢？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的。我先送你回去。张哲无奈地应道。小静哀怨地看着张哲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只能委屈你再忍耐一段时间。张哲哄着小静，我看得差点没吐了。之前还抱有一线希望，现在则彻底心灰意冷。小静没有再跟张哲说什么，转身跟在厨房里忙活的婆婆说她先回去了。婆婆还挽留了2句。张哲说我提前回来了，他送小静回去，让婆婆照看一下孩子。婆婆才没有再说什么。从婆婆习以为常的反应中可以看出，小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家里。我克制着怒气，若无其事地回到家，看到餐桌上的菜比之前还要丰盛些。如果是以往，我会觉得很温馨、很感动。今天则完全没胃口，但为了大局，我还是若无其事地洗了手，一边抱着儿子，一边扒拉了几口饭。然后兴致勃勃地跟张哲和婆婆聊着我这次出差成果，说这次出差比预期还要顺利，才能提前2天回来。还说这一单要是成了，我就能抽成20多万。当然这是我编的，只不过是放了个诱饵，等鱼儿上钩而已。晚上我又以要加班改善方案为由，在客厅里加班。一直等到张哲入睡以后，才偷偷拿了他的手机，调到静音。先是查看微信和抖音记录，没有看到跟初恋有对话记录，显然已经删得一干二净。然后查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记录，怕花时间太长。张哲醒来发现，我将这3个月的支付记录截图发到自己的另一部手机上，方便我回头慢慢研究。接着打开手机设置，选择隐私，点击定位服务，点击常去地点，将常去地点状态激活后，点击历史记录，查看 iPhone 常去地方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光宾馆平均就1星期光顾1次，不是跟我，那自然是跟那初恋去开的房。将这些记录截屏后，再次发送到我的手机上。做完这些后，我就将信息删除，不留痕迹，将手机放回原位，回到客厅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挣扎的，张哲出轨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是之前我一直没发现而已。一个晚上没睡，第2天顶着一双熊猫眼，张哲只以为我是因为加班的关系，还对我嘘寒问暖的。即使心里想吐，脸上我还是笑着说他真好。我在公司行尸走肉地上班了1天，下班后给闺蜜晴山打了个电话，约她出来喝2杯。我不发泄一下，怕是要疯了。我跟晴山是中学同学兼同桌，一直到大学才分开。我们俩很谈得来，虽然很久才见一次面，
但每次见面都很有话聊。我对他极其信任，也就没有隐瞒，如实说我的婚姻出了问题。晴山听完后，才支支吾吾地跟我说，他之前看到张哲跟一个陌生女人在一起，很亲昵的样子，想跟我说，又怕回头我怪他多事，就没说了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错愕地看着晴山，并问道，你每次都说你家张哲对你多好多好，看你过得那么幸福的样子，我怎么忍心去破坏？再说，也可能是我误会了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性格，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。你要是早点跟我说，我就不会一直被张哲骗到现在。不过现在发现也不算太晚就是了。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之前算我对不住你了，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，这一次一定帮到底。晴山义气地说道，我不会让那对狗男女好过的。我恶狠狠地应道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我就怕你心软了，原谅了那对狗男女，回头我帮你了，却里外不是人。晴山一拍桌子回应道，接下来我就跟晴山商量着怎么报复那对狗男女，我不会放过张哲，他的初恋小静也休想好过。我不但要张哲身败名裂，身无分文，还要让他们这对狗男女狗咬狗，两败俱伤，反正一个也别想逃。跟晴山商量后，我们决定双管齐下，我回去对付张哲，他则帮我找人对付小静。2天后，我给张哲打电话说我临时的出差2天，那张订单到了最后签约关头，其实是因为我知道第2天就是小静的生日，这样的日子他们俩不可能不庆祝。果然第2天，我通过查看手机，发现张哲出现在西餐厅，我第一时间打得过去，自然是乔装一番，然后在一个不起眼又能看到那对狗男女的位置坐下。没过多久，小静就来了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2个人一见面就很亲昵，手还握在一起，跟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般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已经快气炸了，但如果我这会儿冲出去，确实能够抓奸成功，但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。离婚了，我还得跟张哲分财产，而且儿子的抚养权不一定能归我，所以我必须得冷静。在西餐厅庆祝之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就直奔酒店而去了。不过这次张哲出手比较大方，不是去原来的宾馆，而是去了一家5星级酒店。我没办法跟进去，只能在酒店门口拍了几张他们手牵着手走进酒店的照片，转身离开。我做这一步是为了手机张哲出轨的证据，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直接能够指控他的证据。第2天晚上，我装作出差刚回来的样子，晚饭时分还一脸兴奋地跟张哲和婆婆说，单子谈下来了，这次将有一大笔收入，不但买房不用愁，装修的钱都有一半了。9点多，我让婆婆带孩子先去睡，然后在卧室里神秘兮兮地跟张哲说，因为我这次表现出色，有幸在庆功宴上跟2个大老板坐一桌，听到了一个内部消息，城东那个几乎要烂尾的别墅度假区，有大开发商准备收购重新开发，趁着现在消息还没公开，捡漏买一套，回头一转手直接赚2-3倍。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张哲顿时双眼发光地看着我问道，大老板的消息肯定比我们灵通了，不过能不能赚到钱，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。之前比特币我们不就没把握住，眼睁睁看着钱溜走了，我继续游说着，不然那套平层先不要买了，买别墅，等回头一转手，我们就可以全款买房加装修了。张哲立刻激动地说道，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2步走，大平层买了，别墅也一起买了，
正好我这次有这笔收入，再用信用卡套现一下，跟朋友借一借，应该差不多能凑够别墅的首付。我分析道。张哲一听，脸上的表情更生动了，因为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要是能一起买就太好了。我明天找机会请教一下大老板，看要怎么做比较好。饵料已经投下，接下来就要静待时机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不然鱼儿就不会上钩了。好，张哲答应着。当然我也没忘交代张哲，这件事谁也不能说，包括婆婆那边，毕竟这是内幕，万一传出去，大家一窝蜂都跑去买，开发商肯定要涨价的。张哲连连答应着。晴山那边也传来好消息，说他找的人已经顺利认识小静，目前进展顺利。下班后，我回到家，特意买了一些东西，一副开心庆祝的样子。张哲则有些迫不及待地将我拉进卧室，并追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他们怎么说？”大老板也是建议我平层和别墅都买，但最好是一人名下一套，充分利用住房公积金还有首套的贷款福利，不然第二套首付就要提到50%，我们根本就凑不到这么多钱，要怎么操作？可是我不想这样做的，我故意卖了个关子，到底怎么做？你先说看看。张哲有些急了，我看着张哲，故意扭捏了一会儿，才不情愿地说道：“就是我们先离婚，再买房，平层和别墅一人名下一套，然后等买了房，银行贷款下来再复婚，这样2套房都能享受首套福利，可以呀？”张哲想都没想就应道：“可以，我们得离婚啊！”我一脸震惊的表情说道：“不就是假离婚吗？又不是真的。”张哲笑着应道：“可是我不太想离婚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”有什么不好的？不过是几个月时间，我们就可以赚不少钱，到时候再复婚就好了。张哲反过来劝我：“要是到时候你不跟我复婚，我怎么办？”我还是一副很担心的表情：“怎么可能？我不跟你复婚，跟谁复婚啊？那我们俩离婚，孩子抚养权得归我，这样我才放心一些。”行，张哲二话不说答应了。我提的条件，张哲通通都答应。毕竟他现在怕我不离婚，买别墅的事情成泡影。第2天，我就带张哲去看别墅，是开发商的样板房，再加上销售的助力，张哲恨不得直接抓着我去民政局办理手续，马上将别墅买下。看完别墅后，我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算我们一共可以筹到多少钱，将饼画得更真实一些。果然，张哲开始催着我去办理离婚手续。离婚自然也是瞒着婆婆去的，理由是反正是假离婚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事实上，我是怕节外生枝，签完离婚协议，财产全部归我，孩子抚养权也归我。办理完离婚手续，紧跟着去开发商那边更名，将平层登记的名字改为我的。因为我跟张哲说，平层是我们以后要住，孩子要上学用，需要长期持有，可以利用公积金贷款，而公积金只有我有，别墅则写在他的名下，说出去也更大气一些。这样我们一人一套房正好，等到别墅到时候等价格一上去，我们就转手，赚的钱足够我们将平层的欠款还了，剩下的钱除去装修还能有点结余。这样的饼画得我都心动了。别说张哲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。时机到了，我跟张哲说，我得出差几天，让他照顾好儿子，其实是开始着手新的工作。等报复了那对狗男女后，我就带着儿子离开这座城市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在监控里，我看到张哲再次将小静带回家，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。小静就跟个女主人一样住我家，
睡我床，睡我老公，在卧室里上演了一幕幕春宫图。我将视频保存下来，毕竟说不定以后用得上。果然，意乱情迷的时候，张哲跟小静说起他很快就要发大财，到时候风光娶她回家，他的父母再也不敢小瞧他了。小静好奇地问他发什么大财，张哲就说他准备买大别墅。小静问哪来那么多钱，张哲说自然是我这个蠢女人出，我确实很蠢，要不够蠢的话，也不会被张哲骗到现在。离婚后没过多久，大平层顺利备案我的名字，银行贷款审核也通过了。因为我平时的银行流水还可以，张哲催着我买别墅的事，我给了他5万块作为买别墅的定金。张哲很快就签了购买合同，接下来就开始着手筹首付。而与此同时，晴山那边找的人赵凯义果然是个高手，很快就跟小静打得火热，大有带着小静闪婚的趋势。当然，闪婚是不可能的，只不过是个诱饵。赵凯义说他的父母知道他家的情况，不同意。小静就说他已经买了套大别墅，就等贷款下来了。说过2天将购房合同拿来给他看看，我才知道张哲将别墅都直接写在小静的名下。他果然对小静死心塌地，不过这样更好，一箭双雕。张哲看我迟迟没拿出首付的钱，就开始催我了。我找了个理由，以订单的钱数额太大，需要3个月后才会发放到我的工资卡上，让他先想想办法，不然就只能放弃了。毕竟1个月内要交首付，不然5万定金就打水漂了，而且还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。张哲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翻身机会？他开始找人借，套现信用卡，甚至跟地下钱庄借高利贷，因为觉得3个月后就能还上，不是什么问题。凑齐首付后，张哲并没有让我跟他一起去交首付，只说他一个人就能处理好，让我专心上班，省得还要请假。我知道他是要带着小静去交首付了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开心地跟张哲说我晚上加班，接下来我就能休假2天，正好可以庆祝一下。又说我一个朋友出国了，别墅空着，我有他家的密码，不然我们去他家别墅庆祝一下，就我们俩，并暗示过一个特别的夜晚。张哲高兴地答应了。万事俱备后，第2天，我带着张哲去了朋友的别墅。刚到别墅没多久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接起电话没多久，我就激动地嚷道：“今天我休假，有事找陈总。陈总出差了，搞什么呀？”我语气激动地接完电话后，一脸懊恼地看着张哲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晚上不能陪你庆祝了，甲方出了状况，我得赶紧出差一趟。”“没事，工作要紧。”张哲连忙说道。“来都来了，这里环境挺好，游泳池还有按摩浴缸什么的，不然你就在这里休息2天，我尽量明天晚上赶回来。”“好，我等你。”张哲深情款款地应道。就这样，我借着出差的名义离开了别墅，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张哲就去接小静，一起回到别墅。2个人有说有笑，举止亲昵。从监控里看到，张哲搂着小静说：“以后我们的别墅比这更大更豪华。”就在他们打得火热的时候，晴山的朋友，也就是别墅的主人老张，带着一群朋友浩浩荡荡地来到别墅。就这样，好巧不巧撞见了张哲跟小静的好事。张哲当场就吓坏了，连解释都忘了。小静更是衣服都来不及穿。从晴山发给我的视频可以看出，当时的张哲和小静有多狼狈，而我就有多痛快。警察效率很高，很快就来了，将人带回警局录口供。因为老张报警
有陌生人闯入他的私人别墅。老张将家里的监控也交给了警方。我接到警方的来电，得知张哲和小静的事情，所有一切都水到渠成。最后我去将张哲保释出来，张哲又是跪又是求的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说他是被小静蛊惑，一时鬼迷了心窍，才会做出这种事。婆婆也求我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原谅张哲一回。我哭着说，我很难接受，全心全意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张哲和孩子，结果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先去酒店住，想一个人安静一下，而孩子前2天已经被我送到我父母那边，出门旅游去了，而且提前打了招呼，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事情闹大。张哲和婆婆会将孩子带走藏起来。我在酒店里住了1星期，张哲不敢去公司找我，只敢在楼下等我，因为我跟他说，事情要是闹大了，公司为了门面将我解雇了，说不定我之前那笔钱都拿不到。张哲还等我给他30万还高利贷，自然不敢造次。秦山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安排好了，赵凯义约小静吃饭的地点就是我入住酒店楼下的那间高级餐厅。我给张哲打电话说我们谈一谈吧，同样约着张哲到2楼餐厅。然后我状似无意地见到小静，此刻她正背对着我们。我跟张哲示意小静在那边，张哲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说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这样都能遇上。张哲说，不然换家餐厅吧。我盯着张哲问，他这是心里有鬼吗？张哲连忙说没有，他跟小静已经彻底断了联系。我说，小静跟那个男的看起来挺亲密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关系。他们旁边那张桌子空着，不然我们去坐那边看看热闹。就这样，我不顾张哲反对，走到小静和赵凯邻桌坐下。这个位置很好，2张桌子之间有绿植隔开，几乎邻桌的情况，但注意听又能听到说话声。坐下后，我就偷偷给秦山发信息，果然没过多久，赵凯义就开始套小静的话了。你之前说你家给你买了别墅，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怎么可能是骗你的？我购房合同都带来了，你看御品江山别墅13栋就是我买的，首付都交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抬眸看向张哲，张哲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回去就跟我爸妈说，这次他们应该不会反对我们结婚了，你就等着做一个最美的新娘吧。赵凯义笑着说道，讨厌，你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张哲突然豁地站起身来，朝着邻桌快步走去，怒气冲冲地指着赵凯义质问小静，他是谁？张哲显然已经气得失去理智，忘了我在场，或者说他对小静已经走火入魔，根本见不得他跟别人在一起。小静没想到张哲会出现在这里，顿时懵了。赵凯义更是一脸茫然地问着小静，他谁呀？他是我家邻居，你别误会。小静连忙解释道，然后一脸惶恐地跟张哲央求道，张哲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意，但我对你真没感觉，求你别再缠着我了。小静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别墅是我给你买的，你说等我离婚就要跟我结婚的，现在居然转头要嫁给这个小白脸。张哲抓住小静的手，怒不可遏地咆哮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快松手，不然我要报警了。小静尖叫道。张哲估计急眼了，抓起了桌上的刀叉捅了小静。最后张哲被警察带走了，而小静被送往医院抢救。警察联系我，我跟警察说我跟张哲已经离婚了，麻烦他们联系张哲的母亲。小静抢救过来了，但以后再也没机会生孩子，
而赵凯义以小静欺骗他为由，顺势提出分手，再也没去医院看过他。张哲的母亲给我打电话，求求我救救他的儿子。妈，你早就知道张哲和小静的事了吧？我平静地问着张哲的母亲。张哲的母亲愣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我。我全心全意为了这个家，到头来你跟张哲还伙同外人一起欺骗我，欺负我，现在出事了才想到要找我，太迟了。我跟张哲已经离婚了，还是你儿子主动提的离婚。他想给小静买别墅，想跟小静在一起。你现在有事就去找你们中意的小静吧。对了，听说张哲买的别墅写在小静名下，实在不行，你们就去告小静诈骗，其他的我也爱莫能助了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挂了电话。张哲因为故意伤害被拘留了，就算小静愿意私了，之前他借的高利贷也不会放过他。而小静不愿意私了，张哲就要在监狱里待几年，哪怕到时候出来，高利贷照样会找上门。至于小静，受了重伤，除此之外，面临着房贷供不上、列入黑名单的后果，一辈子也算是毁了。这叫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终有报。张哲和小静，但凡其中一个有点做人的底线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。而我带着孩子还有父母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去了别的城市重新生活。等到大平层交房后再卖出去，我依然能套现出一大笔钱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